你好，我是 Naval。极度的舒适正在让我们变得极度脆弱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把一只手臂绑在身上，完全不动它，哪怕只是几个月，肌肉就会萎缩，骨骼会变得酥脆。这是生物学的基本定律，用进废退。我们的精神和意志也是如此。当你剥离了生活中的挑战、寒冷、饥饿和艰难，你并不会得到自由，你只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肌肉萎缩。今天，我想和你分享一种我称之为主动拥抱不适的哲学。这不是自虐，这是对自己生命系统的重新校准。在开始深入探讨之前，我想请你在评论区写下此时此刻你最想逃避的一件困难小事。相信我，写下来就是打破舒适圈的第一步。让我们把视角从那些陈旧的历史书上移开，直接看看人体这台精密的机器。你的身体本质上是一个反脆弱的系统。什么叫反脆弱？就是它不仅仅能承受压力，它实际上需要压力才能维持正常运转。骨骼需要负重才能保持密度，免疫系统需要接触细菌才能建立防线，大脑需要解决难题才能保持敏锐。但是现代生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膜，把我们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。看看数据吧，这无关历史，只关乎当下的生存状态。现在的城市生活让我们90%的时间都像盆栽一样待在室内。我们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奔跑，不再需要忍受酷暑或严寒。结果是什么？这台原本设计用来应对风暴的机器开始生锈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满大街都是过敏体质、慢性疼痛、代谢紊乱。这不是因为我们活得太久，而是因为我们活得太软。当我们停止使用身体去对抗物理世界的阻力时，身体就误以为它不再被需要了，于是它开始自我瓦解。我在哈佛的一位研究员朋友曾对我说，舒适不是奢侈品，舒适是一种慢性的炎症。这一章的核心观点很简单，你必须主动去寻找阻力。如果你不主动选择吃一点苦，生活就会强迫你吞下更难吃的药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做？是不是要辞职去荒野求生？不需要。极端的改变往往只能维持3天。我提倡一种微剂量的苦难。有一位专门研究人类行为的记者朋友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2%法则。这个法则来源于一个有趣的观察，在任何有自动扶梯的地方，大概只有2%的人会选择走楼梯。这2%的人，就是那些拒绝被现代便利完全驯化的人。你要做那2%的人，这不仅仅是为了燃烧那一点卡路里，这是一种心态的宣示，这是一种日常的斯多葛主义修行。当你把车停在离超市门口最远的那个角落时，当你提着2袋沉重的日用品拒绝使用购物车，一路走回车里时，当你选择在寒冷的早晨用冷水洗脸时，你其实是在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信号：我有能力处理不适，我不惧怕阻力。说到阻力，我想特别谈谈重力。在现代健身房里，有着各种复杂的器械，把你固定在舒适的椅子上，让你只锻炼某一块孤立的肌肉。这很荒谬。其实最好的训练伙伴就是地球引力。我非常推崇一种最基础的训练，负重行走。这可能是人类能做的最纯粹的运动。找一个结实的背包，往里面装几瓶水或者几本书，重量大约是你体重的10%到20%，然后背着它出门走30分钟，就这么简单。当你背上这个重量时，奇妙的物理学现象发生了。为了对抗这个额外的向下力，你的脊柱必须挺直，你的核心肌群必须收紧，你的每一步都必须更稳健。这不需要你学习复杂的动作，重力会教你如何正确的站立。这种训练燃烧的热量是普通走路的3倍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在训练你的承载能力。我们常说生活的重担，这不仅仅是比喻。如果你在物理上习惯了背负重物前行，在心理上你也会变得更加坚韧。当你老了，能在80岁时轻松抱起你的孙子，或者自己把行李箱举上飞机的行李架，
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这比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更能决定你的晚年尊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生活比50年前安全了10000倍？但人们的心理焦虑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。这背后有一个非常狡猾的心理机制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大脑的一个软件 bug。心理学家称之为普遍性隐致的观念转变。让我用个简单的例子解释。假设你的工作是负责在一堆蓝色的圆点中挑出紫色的圆点。起初，紫色的圆点很多，你挑得很准。但是，随着紫色的圆点越来越少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你并不会觉得，哇，工作变轻松了。相反，你的大脑会自动调整紫色的定义。你开始把那些深蓝色的、稍微带点紫的，甚至只是看着像紫色的圆点，都归类为紫色。当真正的问题减少时，我们不会感到满足，我们会降低问题的门槛。这就是现代人的诅咒。在过去，我们的焦虑来源是真实的生存威胁，饥饿、严寒、猛兽。而现在，这些威胁消失了，但你的大脑那套寻找威胁的系统还在全速运转。既然没有老虎了，大脑就开始把堵车定义为老虎，把老板皱了一下眉头定义为老虎，把 WiFi 信号慢了定义为生死攸关的危机。我们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心理上放大成了灾难。我在阿拉斯加极地探险的一位朋友分享过他的顿悟。他在那里度过了33天，每天面对的是真实的寒冷、饥饿和野兽的威胁。当他结束探险，坐上那架拥挤的、充满汗臭味的经济舱飞机回家时，他哭了，不是因为难过，而是因为感激。之前他觉得经济舱简直是地狱，狭窄、嘈杂。但在经历了极地的生死考验后，那个狭窄的座位对他来说就是天堂的摇篮。那杯难喝的飞机咖啡是他尝过最美味的琼浆。他的感知阈值被重置了。所以，朋友们，我们之所以痛苦，往往不是因为生活太艰难，而是因为生活太容易了。我们需要偶尔通过主动选择艰难，来重新校准我们的感知系统，去经历一次长途的徒步，去尝试一次24小时的断食。只有当你体验过匮乏，你才能真正品尝到拥有的甜美。除了舒适，现代生活另一个巨大的陷阱是，我们杀死了无聊。想一想，你上一次纯粹的什么都不做是什么时候？不是在刷手机，不是在听播客，不是在冥想，就是单纯的坐着，或者看着窗外发呆。恐怕很难想起来了吧？现在，只要有1秒钟的空闲，比如等电梯、上厕所、排队，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掏出手机。我们恐惧无聊，就像恐惧死亡一样。但这种对无聊的逃避，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无聊其实是大脑的后台整理时间。当你停止向大脑输入信息时，它才会开始处理已有的信息。它会连接那些看似不相关的记忆，它会反思你的行为，它会生成那些被称为灵感的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聊是直面自我的时刻。如果你总是用娱乐填满每一秒，你就永远不需要听见内心那个微小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可能会问你，你快乐吗？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你是不是在浪费生命？这些问题很尖锐，让人不舒服。所以我们选择用短视频的嘈杂声盖过它。我认识一位战胜了重病的母亲，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漫长焦虑中，她曾经试图用手机麻痹自己。但有一天，她放下了手机，强迫自己坐在候诊室里，直面那种恐惧和无聊。起初是惊慌，然后是各种念头的混乱。但最后，当她穿过了那片情绪的风暴，她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她想通了什么对她是最重要的：家庭、爱、当下的每一刻。这种深刻的自我对话，是你刷10000条视频也换不来的。所以我建议你，每天给自己留出一段真空时间，哪怕只是15分钟，把手机留在家里，出去散步，不听音乐，不听书。刚开始你会很难受，
你的多巴胺系统会尖叫着要刺激，但请坚持下去。你会发现，走着走着，那些困扰你很久的难题，突然就有了答案。那些纠结的情绪，突然就解开了。在这个注意力被收割的时代，能够安然地享受无聊，是一种顶级的超能力。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深度的改变，那么仅仅靠爬楼梯可能还不够。我们需要一种更剧烈的冲击。我想引入一个概念，叫 M-Isogi。这个词源于日本的传统，原意是在冰冷的瀑布下冲刷身体，以净化灵魂。但在现代语境下，它代表一种重新定义极限的挑战。现代社会的悲剧在于，所有的风险都被标好了价格，所有的路径都被铺好了沥青。我们不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。M-Isogi 就是要去触碰那个边界。它有2个规则。第一，这事儿必须足够难，难道你觉得只有 50% 的成功率？第二，这事儿必须安全，不能真的让你挂掉。它可以是在1天之内跑完你从未跑过的距离，可以是背着沉重的石头在水底行走，也可以是当众进行一次让你恐惧的演讲。这不仅是体能的挑战，这是心理的重塑。当你把自己推到一个临界点，那个你觉得肺要炸了，腿已经断了，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大喊放弃吧的时刻，如果你能咬着牙再迈出一步，再坚持1秒，就在那一刻，你会发现所谓的极限其实只是大脑设下的一个保护性谎言。书中提到一个女孩，她给自己设定的挑战竟然是去吃寿司，因为她极度恐惧生食，这对别人来说是享受，对她来说是地狱。但当她颤抖着把那块鱼肉放进嘴里时，无论味道如何，她赢了。她打破了内心那堵我不行，我不敢的墙。这种胜利感会溢出。当你发现自己能在那样的绝境中坚持下来，你回过头再看生活中的那些困难，老板的刁难，邻居的攀比，堵车的烦躁，你会觉得他们微不足道。你需要一场属于成年人的成人礼，去设计你的 M-Isogi， 不需要告诉任何人，这是你和自己之间的秘密战争。无论结果是成是败，那个敢于走向战场的你已经重生了。最后，我想谈谈这一切背后的动力燃料。多巴胺。多巴胺不是快乐分子，它是渴望分子，它是驱动你去行动、去追求的货币。在这个时代，多巴胺太便宜了。你躺在床上，动动手指，高热量的美食送到嘴边，打开社交软件，无穷无尽的新奇资讯填满大脑，浏览成人网站，虚假的繁衍信号让你瞬间满足。这一切都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。这就像是一个如果你不需要工作就能无限印钞票的世界，货币必然会贬值。当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多巴胺时，你的大脑就会对那些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获得回报的事情，比如深度阅读、锻炼身体、建立亲密关系，失去兴趣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到虽然一直在娱乐，但越来越空虚，因为你一直在花钱，却从未投资。我想请你把多巴胺看作是你每天有限的资本。每天早上醒来，你手里只有那么几枚金币，你可以选择一睁眼就把它扔给社交媒体，扔给垃圾新闻。那么当你需要工作、需要学习时，你自然会感到贫穷、疲惫、毫无动力。相反，你应该做一个精明的投资人，先把这笔资本投资在那些昂贵的事情上，早起写作，去健身房流汗，去攻克一个难关。是的，这很痛苦，这需要支付高昂的意志力。但是当你完成这些事情后，大脑回馈给你的那种深沉的、持久的满足感，是任何短视频都给不了的。这是一种先苦后甜的智慧。就像我在我的生活中，我会严格限制低级娱乐的时间，我会在完成了一天艰苦的工作和训练后，才允许自己看一部电影或吃一顿大餐。那时候，这个奖励才是有味道的，才是甜美的。朋友们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，我们不必担心明天是否有饭吃，
不必担心野兽的袭击。但这种安全感，如果不加警惕，就会变成一座舒适的牢笼。我今天分享这一切，不是要你抛弃现代文明，回到原始状态，而是希望你能在这个充满糖衣炮弹的世界里，保持一份清醒的野性。要在有电梯的时候，偶尔选择走楼梯；要在恒温的房间里，偶尔走出去感受寒风；要在充满噪音的世界里，偶尔拥抱无聊和寂静；要在唾手可得的快乐面前，选择那条需要流汗才能走通的路。正如那句我很喜欢的话，轻松的选择造就艰难的人生，艰难的选择造就轻松的人生。生活本质上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。如果你不主动去给自己找一些有意义的困难，像锻炼、学习、挑战自我，生活就会把那些无意义的困难、疾病、焦虑、空虚强加给你。把主动权拿回来，去设计你的痛苦，去投资你的不适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对生活有了哪怕一点点新的视角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开启那个小铃铛。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给你自己立下的一个契约。你准备好去迎接那些艰难但有意义的挑战了。我是你们的朋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去寻找你的阻力吧。